最近无论刷新闻还是社交媒体，关于东盟峰会的话题几乎铺天盖地。但问题是，除了那些外交场面、领导人握手合照，这场在吉隆坡举行的第47届东盟峰会，到底和我们的投资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一届东盟峰会的重点，并不只是外交或文化展示，而是它直接改变了马来西亚的贸易格局、资金流向，甚至可能重新定义接下来几年的投资机会。首先，我们来看看最受关注的马美贸易框架。这次谈判的内容并不是简单的签约仪式，而是美国与东盟重新谈判的零关税与减免清单，其中涉及的产品包括半导体、部分橡胶制品、医疗仪器、光学元件等等，这些都是马来西亚出口的关键产品。但很多人问手套行业呢？遗憾的是，手套这次并不在清单内，也就是说，暂时还没有享受到新的关税优惠。不过，半导体和医疗器械这类高附加值制造业反而成为了新的关注焦点。再来说说大家一直争议的那笔数字，马来西亚投资1500亿令吉。其实，这并不是政府花的钱。根据贸工部长腾古扎夫的说法，这些是私营企业、GLC 以及外资项目的既定投资额，只是被整合进统计数据，并不是新批准，也没有动用公共资金。这一点其实很关键，代表政府的财政压力没有增加，同时说明外资仍然持续流入马来西亚市场。对投资者来说，这传达了一个信号，资金的流向再回到东南亚。接下来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东盟内部贸易协定 ATIGA 升级版。简单来说，这次的重点是让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更顺畅。目前东盟内部贸易占整个区域贸易的比例只有20%多，远远落后于欧盟超过50%的水平。这次升级的目标就是要把东盟内部的通关、税务、标准壁垒拆掉。如果能落实，对马来西亚来说，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制造业、港口物流、跨境仓储与工业地产。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峰会后 IMF 预测东盟区域 GDP 可能因此提升超过10%，并带来超过40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这并不是空谈，而是区域经济真正的结构性升级。当然，峰会中也少不了大家熟悉的 RCEP。这次是历史上第一次，15个 RCEP 成员国的领导人全部齐聚吉隆坡。RCEP 涵盖全球约30%的 GDP， 讨论的重点是数字贸易开放、电子签证系统、绿色经济合作、产业链协同。这背后对马来西亚意味着什么？非常直接，我们的电子与电器产业未来可能进一步与中日韩的高端制造业深度合作，在芯片设计、研发、零组件出口等方向上迎来新机会。对投资者来说，这是一条未来3到5年的潜在成长线。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 AI 与数据中心产业。这次峰会明确指出，东盟将成为全球新一代 AI 与算力中心，而柔佛州正因为靠近新加坡，港口基础完善，正在成为数据中心投资的热门地点。现在越来越多外资公司在柔佛设立数据中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的机电工程、冷却系统、电力配套、工业地产业链正在快速崛起。这对投资者来说，不只是国家层面的新闻，而是身边正在发生的产业转变。讲了这么多宏观的东西，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这些政策和协定最终会影响到你我手中的投资方向。有人可能会问，我现在要不要去投房地产？要不要买科技股？黄金是不是机会？其实，峰会带来的信息很清楚，未来几年，资本将更偏向高附加值制造、数字化、绿色经济这些方向，而房地产，特别是靠近交通、物流、工业区的项目，也会因为区域贸易升级而重新活跃。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想，这些看似遥远的国际会议，其实都在慢慢改变我们身边的市场环境。外资的回流，区域合作的深化，
科技与绿色产业的兴起，都在推动马来西亚走向一个新的周期。所以，也许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投资，而是你能不能看懂哪些领域正在被政策托起。这里是大马金融热点追踪，我们会持续带你追踪趋势背后的资金逻辑，让你在看懂新闻的同时，也能抓住投资机会。